继续讲仁，从行动的角度讲仁呢，仁就是克己复礼。一次，孔子的弟子颜渊问什么是仁，孔子回答说：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什么是克己复礼呢？处处约束自己，克服自身的私欲，使自己的语言行动都合乎周礼，这就是克己复礼，这样就是仁了。只要你有一日做到了克己复礼，天下的人都会称你为仁人。遵守周礼，你就是仁人，一切行动都要以周礼为准则。孔子说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不符合礼制规定的，不要看，不要听，不要说，不要做。行动上符合周礼，就说明你内心达到了仁。美德的下一个内容，中庸。说一下中庸的含义。孔子说：中庸之为德也，其志矣乎，民显久矣。中庸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，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。什么是中庸呢？中庸就是做人做事不走极端，不偏不倚，做到正当、恰当、合适，这就是中庸。子贡问：师与商也孰贤？子曰：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有一次，子贡问孔子：颛孙师和卜商这俩人，哪一个更贤良呢？孔子说：颛孙师有点过了，在做人上特别重视自己的道德品格这方面，而卜商呢有点不及，不是那么重视这些，在克己复礼方面做的还很不足。曰：然则师欲与？子曰：过犹不及。子贡说：那是不是颛孙师更好一些呢？孔子说：不是的，过犹不及呀。事情做得过了头，就跟做得不够一样，都是不合适的。颛孙师过头了，有时候会发表一些鄙视那些品德不够好的人的言论，因为他太伟光正了，所以他就容易站在制高点上指摘别人，这就有点过了，过了也不好。过和不及一样，都是不好的，因为他们都没有达到中正中庸的标准。孔子还有一段话谈到人的内在品质与外在文化之间的关系。孔子说：至圣文则野，文圣智则始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就说一个人内在的品质好，但没有文化，就会显得粗野。一个人如果很有文化，但是内在品性不是很好，就显得这个人没有根基。只有文质彬彬，就是文化和品质配合得当，两方面都好，才能成为君子。这也体现了一个中庸的思想，文和智是两头，偏向哪一头都不好。把中庸思想应用在感情情绪方面呢，孔子说：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快乐的时候要有节制，悲哀的时候呢也不要过于悲伤，保持一个中道。孔子的弟子说孔子的性格是：子温而立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温和而又严厉，威严而不凶猛，庄重而又安详。中庸最后就是要你这个劲头，就感觉这个人特别可靠。这个中庸的基本思路很简单，不走极端，适度最好。但实际操作起来呢，还是很有难度的。怎么就叫适度？适度还是不适度，谁说了算？有没有一个比较容易把握的标准呢？有的，这个标准就是周礼。孔子认为中庸必须完全以周礼作为指导原则。孔子说：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周礼的精神是以和谐为贵，先王传下来的道理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依礼行事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如果只是死板的按照和谐之中的办法去做，有时也会行不通。就知道什么事都取中间，和稀泥，以为这就是中庸了，这是不对的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为和谐而和谐，而不依照周礼来节制，这是不行的。最终的标准就是周礼。孔子说：乡愿得之贼也。乡愿就是不分是非，处处讨好，毫无立场这种人。孔子说这种人就是德之贼，破坏德的人。
在孔子看来，任何德行都必须以礼作为指导，才能真正成为恰到好处的德行，不然这种德行就会转化成为偏执的过错了。所以他说：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喜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恭而无礼则劳，一味恭敬而不懂礼法就会烦劳，客气过头的你也累，别人也累。慎而无礼则喜，过于谨慎而不懂礼法就会显得胆小怕事，不知道往前走几步合适，谨慎的人干脆就不走了，不知道说什么话合适，所以干脆就不说了，就畏缩了。勇而无礼则乱，勇敢而不懂礼法的人就会鲁莽惹祸，这个好理解。直而无礼则绞，心直口快的人如果不懂得礼法，就会说话尖酸刻薄，出口伤人。可见本来是好的品质，恭敬谨慎勇敢直率，但如果不懂礼，进退没有节制，那么好的品质呢也会变味儿的，甚至变成坏的东西。孔子的人呢，除了之前说的克己复礼、孝悌忠恕爱人之外呢，还有好多。比如孔子说：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，请问之曰：公宽信敏惠。这就是说，一个仁人要具有5种品德。恭，保持一定的尊严和恭敬；宽，待人要宽厚一些，以团结更多的人；信，言出必行，具有威信；敏，善于思考，行动果断；惠，给人带来实惠和好处。孔子还说：刚毅木讷近人。刚是坚强，毅是果断，木是质朴，讷是言语谨慎，这些都是人的表现。孔子的学生子夏说：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人在其中矣。博览群书，广泛学习，而且能坚守自己的志向，恳切的提问，多考虑当前的事，仁德就在其中了。人的意思啊太多了，各种美德都包含在这个人的概念里了。人就是德性之全体。那我们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有仁德的人呢？孔子提出为人由己。孔子说：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？人能不能做到仁，不能依靠别人，完全取决于自己。人远乎哉？我欲人，斯人至矣。人离我远吗？不远，只要我想做到人，人马上就到。由于人是内在的，所以对于人的掌握完全在于自己的向内探求。只要人真心向往人，用力于人，是完全可以达成人的。孔子的这一思想代表了一种内求的修养路线，像后来的孟子还有宋明时期的儒家都特别强调这一点。孔子的第2个核心概念是礼，就是周礼，各种的规章制度。从个人来说，它规定了个人的语言、衣服、饮食、生活起居、侍奉父母等等各方面。从国家层面来说，它规定了如何封土建邦、设置官位、爵禄、祭祀仪式等等。咱们挑几个生活方面的简单介绍一下。为人子者，出必告，反必面，所由必有常，所习必有业。做儿子的出行之前一定要当面禀告父母，回到家里也要这样。出游必须有一定的去处，学习的东西一定要有固定的专业。为人子者，父母存，官衣不纯素；孤子当世，官衣不纯彩。当儿子的如果双亲健在，戴的帽、穿的衣不可用纯素的颜色，看着跟丧服一样；而失去双亲的孤子呢，戴的帽、穿的衣要穿素色的，以此表达对父母的哀思。从于先生，不越路而与人言，遭先生于道，趋而进，正立拱手。先生与之言则对，不与之言则趋而退。跟随先生走路，什么是先生呢？先生的意思有很多，比如年长有学问的人，或者是父兄或者老师，都可以叫先生。跟随先生走路，不应跑到路的另外一边和别人说话。在路上碰见先生，要快步上前，正立拱手。
先生和自己讲话就回答，先生不与自己讲话就快步退下。从长者而上丘陵，则必向长者所示，登程不止，城上不呼。跟随长者登上丘陵，一定要向长者所示的方向驶去。跟长者登上城楼，不能自己乱指，更不可大呼小叫。男女不杂坐，不同衣架，不同巾纸，不亲手。男女不可同坐在一起，不可共享同一个衣架，不可共享同一毛巾和梳子，不可亲手互相递交东西。娶妻不娶同姓，故买妾不知其姓则捕之。寡妇之子非有谏言，弗与为有。娶妻不得娶同姓女子，如果买妾不知道她姓什么的话，就得通过占卜决定可否。寡妇的儿子，除非表现出具有卓异的才能，不得和他交朋友。就举这么几个例子吧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《礼记》，都是这种东西。先休息一下。